据《环球时报》援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最新曝光的消息称，实际上在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之后，美国方面后续并没有真正帮助到海地，而是积极干预其海地内部事务。在他看来，莫伊兹被暗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与中国就新冠疫苗供应问题有所接触。据了解，俄外交部之所以会曝光这一最新案情疑点，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得知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后，立即向海地派出了代表团，而且主要谈论的还不是如何维持海地的平稳运行，而是就新冠疫苗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前，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管有少量美国辉瑞疫苗抵达海地，但美国援助的疫苗同海地现在的常住人口相比，显得杯水车薪。为此，海地开始接触中国，希望同中国达成相关的新冠疫苗援助协议。海地总统莫伊兹之所以会这么做，也是看到了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接受了中国的帮助后，疫情传染情况变得好转了起来。而且，中国除了在接收疫苗领域帮助多米尼加共和国外，在经济领域也是大力支持其建设。但还没等到莫伊兹与中方负责人洽谈完，他就遭遇了袭击，其中的关联让人不由得想入非非。要知道，当前美国所派遣的使团在各个方面都在削弱中国在海地的隐形影响力。当前的种种现象说明，美国并非真的想要帮助这个国家。在先前的海地临时总理克劳德·约瑟夫卸任后，美国直接更换了一名长期与美国接触的海地政客作为海地最高临时官员。现在海地的总统是阿里尔·亨利。近几年，海地政治局势持续动荡，执政党与在野党纷争复杂，这直接导致了贫困和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联合国就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希望帮助海地摆脱危机，但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将近30年来，这类行动总共花费了将近8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支出占据了大头，而美国又是一个时刻把利益摆在首位的国家。在看到胜利的果实没有收获到自己的手中时，别说制定一场策划案了，场面一旦闹大，直接出兵恐怕都有可能。在7月28号，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全程跟监警戒，这是自1月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7次穿航台湾海峡。而在不久前，美军机还3次抵达台机场。近段时间，美台不断加强勾结，不断挑衅中国。中美冲突爆点会在台海吗？为何美国军官称美军已经彻底惨败？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海顿上将透露，美军曾展开一次围绕台海冲突的中美模拟对抗作战推演，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美军完全沿袭20年来一直的战法，而近20年来一直关注研究美军的红队远超过我们。而美军彻底失败的根源在于，红队颠覆了美军的信息主导战略。美国习惯于在战前建立信息优势，确保单方面战场信息透明，就像海湾战争一样。然而，过去20年来，有很多像中俄这样极度关注美军行动和信息的国家，他们的进展也完全出乎美军预料。所以，对抗一开始，蓝队就几乎失去了对其网络访问的权限。美军严重依赖传感器和情报数据来观察战场、目标开火、无线电通信等。而丢失信息优势的后果就是，对信息极度依赖的美军不会打仗了，从而失去战争主导权。目前，美军身处困境有3大原因：规模依旧大而不精，装备日益老旧，战法不合时宜。海顿还从这次推演得出2个教训，第一个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不能想当然认为在面对大国对手时还保持信息优势；第二个就是传统的兵力集结模式可能会给美军带来灭顶之灾。当今世界大国对手会用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来自4面8方的远程火力向我们开火，美军还和以前那样集结在一起，那敌人将会利用这一点。海顿坦言，美军与中国作战优势逐渐缩小，时间不多了。事实上，美军曾展开多次以中美冲突为背景的模拟对抗推演，但多次失败。客观来说，五角大楼这样炒作有炒作威胁论、讨要军费之嫌。美军推演的假想敌也不能代表解放军真实战力，但美军只需知道一点，事关主权，解放军一定会作战到底，直到胜利为止。这就是中美军队最大的不同。美国有这样的决心吗？
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已于27号闯入南海。从战略上不难看出，这是该国继续追随美军全球作战部署的一个举动。而在此之前，英国方面对外宣布将派出2艘军舰常驻东亚。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扬言，要在印太地区部署一支滨海快速反应部队，并且在上周访问越南时，他还表示反对中国对南海9段线以及有关岛礁的主张，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英国方面接连挑事，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举动，明人都能看出，这是该国与美国就南海问题打配合。事实上，英国近些年为了拉近与美国间的关系，可没少干这种事。例如2018年海神之子号船坞运输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2019年与美军在南海开展联合军演，以及今年就南海仲裁裁决发表不当言论。尤其是自拜登上台以后，英国便加大了针对中国的力度，用这种向美国递交投名状的做法深化英美关系，以确保在脱欧以后能够靠上美国这座大山。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坚持要派出航母闯入南海，很可能是蓄谋已久。值得一提，在英国航母闯入南海之际，美国方面就曾公然表示，美英关系是否特殊，取决于英国航母是否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足以说明，为了遏制打压中国，美国不惜用这种方式威胁英国，亡我之心不死。令外界疑惑的是，现在敌人都踹门了，为什么解放军还想着玩呢？环球网发布英国航母闯入南海时，取了一个英航母进南海当陪练，我们要怎么陪他玩的标题，引发了国人的批评。这次他要侵入领海了，我们还在说陪他玩，玩进自己家里了，是不是敌舰开炮轰炸南海岛礁了还在玩？人家到你家门口来了，踹你家门了，进你家院了，解放军是真的在玩吗？其实不然。根据英军消息，英国航母进入南海后兵分4路，45型驱逐舰卫士号停靠在文莱莫阿拉海军基地，朝鲜号补给舰在新加坡停靠接受补给，李士满号与泰国皇家海军护卫舰进行合练，其余舰艇进入南海。兵分4路对于英军而言，犹如螃蟹断脚求中国保平安。英军这是摆出一副无害通过的状态，显然是不敢对解放军正面挑衅，非常有自知之明。想来该国也明白，不管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再者，从地理上来看，英军与俄罗斯存在敌对关系，一旦激怒中国，俄军的核武器很可能随时落到英国本土。因此，分兵行动在分析看来是想降低自身威胁程度，也难怪解放军如此淡定。原来从一开始怕的就不是中国，而是闯入南海的英国。央视消息报道称，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组织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正在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习。官兵们在40度高温快速夺占演练目标119高地，有效检验了两栖合成部队渡海登陆作战能力。随后，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一营教导员王达斌对此演习进行了讲话，其中一句令国人热血沸腾：为什么全体官兵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虽说短短不到100字，但却言简意赅，不仅体现了解放军对强悍战斗精神的传承，更是让全中国人民都明确了解放军未来的任务和使命。就在演习的画面公开以后，台地区部分民众却坐不住了。尽管解放军这次演习并不针对某岛，但是岛内还有不少人对号入座，骗谁呢？这一看就是针对台地区在进行作战准备。其实有些事情只需意会，不必言传。退一步来说，就算解放军这次跨海夺岛演习是冲着收复台地区做准备的，又如何呢？中方多次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些妄图谋独分子早就应该清楚，西洋自重没有好下场。不要试图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第三方势力的身上。解放军正在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虽说这一次只是单纯的跨海夺岛演习，但也是对台当局最直白的警告。祖国统一势在必行，中方的态度已经摆在了台面上了。这一点，就算台当局不想认清现实，企图支持怂恿台当局叫板中国大陆的第三方势力，也是时候认清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军演练跨海夺岛之前，中美会谈刚结束，针对性非常明显。另外，几乎在解放军演习的同一时间，正在东南亚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中美关系做出重要表态，声称美国当前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如果说此前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最高主管官员坎贝尔代表拜登政府公开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立是第一击，那么此次第二击足以让那些抱持美国会出兵协防台军幻想的台独分裂分子彻底慌了。一向表明要支持台当局的美国如今反水，难不成是被吓到了吗？在看到中国强硬的态度以后，想着要及时止损。如果真是这样，台当局可就危险了。或许就如岛内学者说的那样，台当局这枚棋子距离被美国抛弃已经不远，
总之，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止中国统一。与其想着怎么防止被统一，台当局不如想想如何求饶才能逃过解放军的攻击。